Hello， 大家好，本期紫微斗数解密星命盘带来的是一个组合就是很多朋友留言给我期待已久的 TFBOYS。那本期视频我将从3个方面来聊一聊他们3小只。第一呢，先是聊一下他们的性格形成，因为他们3个都牵扯到一颗非常有意思的星星，那就是贪狼星。他们3个人是贪狼星的3种不同形态。那第二点呢，我想聊一下就是横向对他们做一些对比吧，因为我列举了一些，比如说最闷骚的呀，最具领导力的呀，然后那其实粉丝之间不要打架，我只从命盘的角度上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3个人各自的优点和缺点。那第3点呢，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未来他们个人的发展的情况。那其实他们3个有3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这回10周年的演唱会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现在有点褒贬不一，有的说他们私下关系很好，有的说他们表演的有些划水。那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好了，那我们先从3个人的命盘入手。那之前我做过易烊千玺单独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翻到我之前的那一期单独易烊千玺的去看。那这回加上了王源跟王俊凯，我发现他们3个人的命盘真的超级有意思，因为他们都涉及到一颗非常有能量的星星，那就是贪狼星，也是我们杀破狼组合里面的一个最具桃花、最具人气，同时是我们解厄之神的一颗星星。那其实古书上写贪狼星也是我们的小神仙星。那具备贪狼特质的男性呢，基本上就是人缘爆炸的好。那其实我们看到他们3个人呢，有团粉，有伪粉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粉丝的群体。那他们3个人的贪狼形式其实是不同的贪狼组合。那易烊千玺我之前有做过他的命宫是贪狼独坐，只有贪狼这一颗非常纯粹。那迁移宫是廉贞独坐，它是一个这样的单星的命宫形式。那王俊凯呢是命宫双星，是贪狼加紫微，那么他的迁移宫肯定就是空宫了。那好，那到王源这儿呢，王源其实命宫是空宫，他的迁移宫是武曲贪狼。那大家会发现其实他们3个人贪狼的组合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贪狼的另外一半的样子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先说易烊千玺，千玺的命盘呢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那他之前一直做介绍说我是组合里面最高冷的易烊千玺，因为确实嘛，廉贞本身就是一颗孤星在外，那他是一个慢热型的这样的性格，越跟他接触他越纯粹越好玩。那他也是3个人里面贪狼特质最明显的。那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接触到了他这个人，你会发现他内外反差是3小只里面最大的一个。好，那我们再说王俊凯。那王俊凯其实迁移宫是一个空宫，那么他在外的手段的这个双面性格的这个样子就没有千玺表现的那么明显了。那他里面挂了紫微这颗星是我们解厄的星星，贪狼这颗星又是解厄之神。那么论解厄能力来说，其实王俊凯会更强一些。那么挂了紫微这颗星又加重了他本身性格的领导力。那大家看，其实当时从他们出道开始一直具备领导力的就是王俊凯，他可以很好的去平衡他们3个人，包括采访的时候他也会更加的顾全大局，站的位置会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下王源，因为王源是一个空宫坐命那空宫坐命的人呢，在外的迁移宫是武曲加贪狼，那么他的贪狼让别人看起来会更加的明显，他贪狼的隐藏性就不如另外2位了因为在外又表现出武曲加上贪狼的样子。其实你会发现，实际上王源在综艺节目中他的表现欲望是最强的，他最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特别能玩梗，然后呢平时表现出一个很高亢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样子。好，那第2趴呢，其实我有做了几个项目的横向对比让大家来看一下第一呢是表现欲，在表现欲这件事情上，王源就大于王俊凯，大于易烊千玺。那王源是最愿意去展现自我的他在3个贪狼里面最表现，因为他是一个空宫迁移宫是贪狼，他会加重贪狼的这种表现的欲望。第2点呢，就是我们横向对比一下领导力。其实刚才我们说了王俊凯肯定是领导力第1的最强的，紧接着第2名呢就是易烊千玺，第3名呢就是王源。那王源更是一个愿意被照顾的一个对象，在3小只里面。好，第3个呢就是论胆子大，胆子最大的那没有之一，肯定是易烊千玺这一个因为他的贪狼独坐，他的玩性以及他贪狼的纯粹的感觉，更喜欢自由，更喜欢冒险，并且很多事情呢他更愿意去尝试。那么易烊千玺肯定是第1名。那论假胆子大看起来胆子最大的那就是王源了在外的样子会更把自己架起来，实际上呢他命宫是个空宫，同时呢他空宫里面没有主星的状态，其实他会更愿意追随着另外2位的状态去走他也是耳朵根子最软的3个人里面，也会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情绪波动也比另外2位要大。
好，那我们再说下一点啊，最破财的。那对于这个财帛宫的状态以及自己花钱如流水的样子，谁最破财呢？那最破财的就是王源了啊！他的财帛宫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留住钱的样子呀，他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为了展现出来自己在外啊，很 nice 呀，很有钱呀，然后很愿意去表现自己啊，比如说把好东西穿在身上。那其实他的财帛宫是相对来说3个里面不太容易留住现金的样子。然后那么第2名呢是易烊千玺，那千玺的财帛宫其实还不错，千玺其实和王源都是身财同宫的，他们2个人都愿意去挣钱，并且其实还是把钱看得比较重的。相对来说，第3名的王俊凯，因为他是一个生命同宫的人，他对于挣钱的欲望呢没有那么大，他更多的是喜欢坚守自己的自己想做的事情吧，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套路、自己的这个方向这样子。所以呢，论挣钱和这个破财来说，其实王源就会稍微的弱一点点。好，那我们说再下一点最奔波的是谁最奔波的呢其实是易烊千玺，因为他们3个人的盘里面只有千玺的盘是落在我们的4马地，他的命宫是隐位的贪狼，同时挂上天马对宫还有禄存。那千玺这张盘是典型的存马交持这样一个盘，那贪狼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去折腾永远不停歇，不断要跑的这样一个性格。那他越去跑，他挣的钱越多，他越能得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很满足的感觉。所以最奔波的第1名肯定是千玺第2名是王源，因为王源他的空宫的感觉让他必须要往出走。其实命宫空宫我一直想单独拿出一期vlog 来做，那后面有机会的话就纯从学术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空宫的人内心呢其实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他迁移宫又那么漂亮那么好，所以他是一定要走出去的，他愿意在人群当中去展现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午摊的迁移宫。那相对来说不太奔波比较稳定的就是王俊凯他更愿意待在自己本身命宫的位置，然后呢去下一盘大棋，那会把人用得非常好的，其实也是王俊凯这种类型，他有很好的驭人之术可以把每一个人用到最合适的位置。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最闷骚的指数那这个之前其实千玺那一期我有跟大家讲过因为它内外反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最闷骚的第1名一定是易烊千玺，那第2名呢是王俊凯，因为他在外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的隐藏手段，实际上你跟他接触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闷骚、非常有趣的。那相对来说，接触久了之后会发现好玩程度越来越低的是王珏，因为第一眼见到最好玩的一定是他，但是随着时间的久远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本身性格当中会带有一种就是有的时候会厌世或者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所以在演艺事业上呢，我觉得王珏后期的后坐力可能没有前2位那么的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第3点关于他们私下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他们3个人呢，其实私下关系应该还是挺好的，因为3个贪狼在一起一定特别特别有趣平常他们聚会玩比如说去唱唱 K 去外出或者一起合作其实应该都是一个很和谐、很 nice 的这样一个氛围，并不是像外界的就是粉丝之间互掐，我觉得真的很没有必要那他们只要3个人好就 OK 了，不一定非要力争一个高下。那对于3个人未来的发展呢，我觉得王源可能后期的后坐力就没有前面的千玺和王俊凯的强一些，所以王源更好的还是在音乐的道路上吧，然后后期可能会慢慢转向幕后这样的，他一直站在台前的耐久度其实没有很高。那么王俊凯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后期去建立一个公司，去做管理型的这样的大 boss 这样老板，去旗下收一些艺人，或者说他现在不是被叫祖师爷嘛，对吧？就是可能他后期的一些晚辈，然后他进行提携，然后去帮助他们通过这个来完成自己内心的一个就是掌控全场指点江山的感觉，我觉得会更适合王俊凯。那么最后我觉得一直站到台前的可能千玺的概率会高一些，因为千玺整体的命盘其实是在娱乐圈里比较如鱼得水一些，相对来说他也会更落地一些。因为其实大家有看到王俊凯对于一些幕后的一些应酬交际他其实不是很擅长，他也不是很愿意，他还是带着一股子这个傲劲儿的。但是千玺的话呢就很落地了，千玺的话就很清楚自己混娱乐圈的很多的规则，以及他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对于未来3个人的发展，我觉得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他们性格里面哪个更适合他们，能走得更远。好啦，那视频的最后我们还是老规矩，给他们献上一首打油诗。TFBOYS 3小只，众多粉丝喂他吃，单飞发展无多虑，知己知遇会相聚。
那做这期视频，其实我心里压力挺大的。我有之前看其他的博主做的 vlog，就是讲这个饭圈文化啊，想大家互撕。那其实，在一些国内的平台，我也曾经发过一些相关的东西，但是就是被粉丝很恶语相加，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就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人家会说我去蹭流量啊，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啊，我做了这么多的明星的命盘分析，我只是站到一个学术的角度上去分析，我没有任何个人情感的倾向啊，就是3个人我都很喜欢。然后呢，这个视频呢，我们只是从关于命盘的角度做一些学术的分析以及未来的预测。那希望各家粉丝呢也对我手下留情啊，多谢，因为我非常害怕啊，因为这个在国内的平台当时我内心也是非常震惊的，可能也因为我年纪大了。好吧，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想看哪些明星的命盘分析啊，可以在留言的过程中告诉我，也可以加我的任何的通讯的联络方式啊，我都会积极回复啊。关于课程的问题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啊，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北京在温哥华我们都有线下的课程，然后全世界各地其他的热爱紫微斗数的朋友呢，我这边还有线上的课程给到大家。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喜欢我的 vlog，大家拜拜。